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想和大家聊的是一个每个人都有责任去思考的话题，就是道德和公正。可能我们生活在一个很精致利己主义的社会，大家可能觉得管好自己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思考道德和公正这种事情？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直到最近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去翻看一些经典的书籍，发现那一些思想大家们不断的强调，大家应该要做君子，应该要培养自己的道德习惯，不然大家就像愧对和有愧于成为人这么一个很大的谴责。代表者有像鲁迅，还有像孔夫子这样的可能比较传统，也有一些像罗素，还有像桑德尔社会学家和思想家的书，往往是会号召一个人不仅要在个人的领域获得幸福，而是更多的他呼吁大家应该也要思考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所说的公正在社会的层面是指什么，以及当你了解了社会层面的公正之后，也能够更好的作为一个个人在社会集体生活中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情去做，有一个第三方的标准来帮助校准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道德观。当然这个道德观不是用来限制我们的，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它的确要用来限制我们，这种限制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有一个准绳来让自己活得更有原则，更接近理想中的样子，认识应该怎么做来达到更好的自己。我们今天希望通过讨论道德和公正这个话题，综合了许多不同的书，结合自己的生活和思考，总结出来的一些我自己的道德观和行为准则。我自认为我是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人，所以我觉得我总结出来的公正的准则是能够接受的，不是从一个权威的角度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而是去挑战和批判性的思考这个道德和公正到底是不是对我们的洗脑。所以希望大家能感受到这样一种冲突的调和。第一个幻灯片在这里展示的是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你们活了这么多年，20、30、40、50年，在你的生活中，你平时觉得道德观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还是个相对的东西？绝对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有那么一些规律，道德规律，你是必须要遵守的；一些原则，你是必须要遵守的。相对的灵活的道德观，比如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这就是一种历史相对的道德观。还有你在工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样，但是对待家人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如果那是不同的，那这也是一种相对情境道德观。不知道如果客观的对你自己的行为做一个评述的话，你会觉得你是更多的是你非常有原则有底线，还是相对主义的？特别是你在评判别人的行为的时候，你是否会从一个理解别人的视角出发，可能我的原则不适用于别人，这样一种更开放的相对的道德观。我在这里先不说我的答案是什么，但是给一个引子，激发大家的思考，你们所践行的道德观是什么，以及如果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得足够好的话，你们觉得道德观应该是对的还是相对的，还是说都有？第一种绝对的道德观呢，在 Michael Sandel 以他为代表的许多理论家和哲学家，他就说人要把别人当人看，而不是工具看。他说我们人类和一个物品或者和一个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会思考的，我们是有一个叫理性和我们有尊严。我们把一个人当人而不是当工具，就要看他是否考虑到了这个人所和工具所区分的东西，也就是考虑到了这个人是有尊严的，他是有各种人权的，生命权、自由权，你最基本的是要尊重他的，尊重他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他是可以供你操纵的工具。这是康德一个最有名的观点。这个绝对的道德观在康德看来就是一定要把人当人看，也就是要尊重别人作为人的自由和尊严，他和你是平等的。你在想什么，他也可能有他自己思考的权利，有他自己的利益，你不能用你的利益去侵犯别人的利益，要建立在一个互惠平等的基础上。这也就是罗尔斯在康德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个人人平等的这样一个观念。还有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他说每个人都是 deserving 的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里我想邀请大家去分享你有一个怎样的成就，同时你又有一个什么天赋或者价值没有被现代社会所认可的。如果你看了《公正》这本书的话，从这个书里可以用这两个例子从大家的分享中来表明，你的成就可能恰好是因为这个社会的时代环境，这个游戏中刚好认可你这方面的才能和价值。而你的第二个问题，你没有被社会认可的成就，可能放在不同的时代和情况下你能被认可了。也就是说有很多历史的偶然性和环境的因素来造成了你是否真正的由于你的价值得到相应的结果、相应的奖励。但本质上，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环境因素和时代因素来看，每一个人的每一项才能都是同等有价值的，同等它是有价值的，它的最终的表现形式叫做 entitlement。在这个游戏规则中，因为这些规则，你得到了这些 entitlement， 你得到了这些奖励。但如果规则改了，你很可能不会因为同样的才能来得到一些奖励，而别人之前的落后者可能由于规则的改变会得到奖励。这就是 deserving 和 entitlement 的不同。而尊重他人更深层的是去承认每一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人即使他现在他的一些价值
很多都是被隐藏的，是因为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游戏规则，可能 unfortunately 我们设置了这样的规则，但是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它也可以变得像你一样的成功，所以不能用自己的位置来去批判那些好像客观结果上没有做到和你一样好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被值得尊重的。所以这样一个绝对的道德在这里指的就是你认识到别人的价值，别人是和你有同等价值的，即使在你看来表面肤浅的看，他可能和你有很多的社会地位上和你有很多差异，但其实他是和你价值平等的。你因为一些社会规则制度刚好和你的才能相匹配，所以你有了这么多的结果和奖励。你需要知道自己的成功并不一定是怎么注定的成功，别人也可以成功，只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而已。我们在这里剥离出人作为人的本质是平等的。当然我们后面也会批判性思考这个观念，但是从我们有限的人的角度，我个人认为尊重他人是一个绝对的道德。但在批判的角度跳出来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说个人的准则，而是以分析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分析的视角，我们可以有更批判的解读。我们放到最后的一个部分来说，接下来让我们讲一下相对的道德。因为我刚刚也说，其实绝对的道德观在我看来就只有最基本的这一种，也就是去尊重他人，更多的空间是留给相对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灵活和多元的视角，也其实很和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相符合。大家其实并不喜欢被很多道德绑架或者被束缚，所以这或多或少也可能是你的对那个问题的回答，你也觉得可能很多时候都是相对的。很自然而然的例子就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文化中，其实我们的道德观是很不同的。在中美文化的对比中，有很多的社会期待、社会规范都不一样。对于家的定义，对于老师的角色定义，对于个人的位置的摆放，这些都是由文化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这种道德观，其实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样的道理，在不同的时代看待事情的角度也不一样。这里省略10000字的举例，因为我们想要互动一下，想要问你觉得我们生活在怎样的故事中，怎样的美德中？在 Michael Sandel 的公正中，包括尤尔赫拉利《人类简史》也是以故事这一个非常创新的概念提出来。我们社会规范全都是一个故事，包括宗教，包括所有这些道德，还有我们所谓的民主、所谓的独裁这些政治体制，我们的美元系统、金融系统。生活的各个方面，只要它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范，它其实并不是绝对存在的，它可能只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故事而已。对于你来说，大家跳出自己的日常生活规范和习惯来思考，你觉得我们生活在哪些故事中，哪些美德中呢？在这些故事和美德的体验中，有哪些你觉得不是很舒服？你觉得其实和你个人的观点是相冲突的？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因为我们刚刚前一章的幻灯片，我们指出了一个绝对的道德观，如果你也认同是去尊重别人。如果违反了绝对的道德标准，那的确这些美德是很值得思考的。但是又有哪一些你不太舒服的政策，其实它没有到践踏个人尊严的地步，而只是一些个人利益的冲突？欢迎大家思考看看，这种要么是个人尊严，要么是因为个人利益的牺牲和不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也欢迎描述令你最印象深刻和让你比较挣扎的个人牺牲是什么样子的。特别是如果你心中有疑虑，好像它只是触犯了你的个人利益，但是你有的时候辨不清它到底是个人利益还是个人尊严呢？因为如果这个美德是触犯了和践踏了你的个人尊严，是绝对要反抗的。但是有一些灰色地带，你还是非常不舒服，它触犯了你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比较灰色地带的情况，我们应该去怎么评判？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妥协的？其实就是那些绝对的道德观，这是我的答案。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答案，欢迎在下方留言。有什么是可以妥协的？如果大家也听出来，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在并不是除了个人尊严之外的一切都可能可以理解、可以妥协。因为如果这个美德让社会集体更好了，而只是牺牲了每一个人的利益，但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尊严，可能也可以。当然，也欢迎大家的批判。再往深一层挖，美德和社会的集体政策和集体期待到底应该怎么制定和怎么塑造呢？事物的本质究竟怎么判断？事物的本质放在这里，是因为《公正》这本书中也引述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该如何塑造呢？那就应该用事物的本质来决定。比如说，有一个笛子，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自己用的例子。有一个笛子，我到底应该给吹笛子吹得最好的人，还是出价出得最高的人，还是什么社会地位最高的人之类的？他觉得应该。因为笛子的本质是用来吹的，所以他应该把它给笛子吹得最好的人，而不是其他的用金钱或者其他的来判断。这是一个例子。还有一个 Michael Sandel 在《公正》这本书里面举了一个很现代也很具有罪意的例子，就是美国高校的录取政策。他引述了一个德州的法学院的录取政策，里面非常明显的让种族成为了一个比重比较大的因素。Michael Sandel 在这个例子里面，他解释的方式就是用亚里士多德的这个事物本质论。他认为让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法学院他自己的 mission， 他的这个宗旨，他觉得这里的宗旨就约等于事物的本质。他办这个法学院的宗旨是什么？他这个宗旨里面有提到说，他希望让律师这个职业更加的多元化，所以
去多元化和有意的提高少数群体和黑人的比例，因为黑人以前一直没有很多的黑人律师，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办学的宗旨。他并不是要挑选最学术上最顶尖的人，他想要挑选的是培养的律师能够增加不同种族的这种代表性，让律师这个行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人群更加多元化。当然，每一个法学院可以制定不同的这种本质、这种宗旨，而这一个法学院他们用来自我论证的一个思路，因为我们的宗旨是这个，所以我们的招生政策是这个，所以我们的行为是这个，所以我们招生政策的制定基于事物的本质。我们的教育是为了培养各个样子的人，各形各色的人，而不是去挑选最成功的人，或者在学术上最成功的人，不是用这种精英主义的这一套来当做这个学校的办学的理念。他们认为他们的这一个招生政策就是公正的，这也是一个思路，甚至说是一个比较清晰、比较有逻辑的思路。当然，也欢迎大家看看你们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思路可以来分析，特别是来批判这样一种招生制度的制定，特别是咱们个人利益受损的时候。当然，书中其实还有对这个招生政策更多的有趣的讨论，就包括刚刚之前的绝对的道德里面所说的罗尔斯的这一套 deserving 被录取的学生的 letter 应该怎么写呢？他说那应该是恭喜你，你被接受了，但是别人也同样 deserve， 你只是刚好在这个游戏规则中有一个 factor 领先，你是在这个游戏规则中的胜出，而不是说你比别人更优秀，更本质上的优秀。所以这也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也很推荐大家去找到《公正》这本书来读一读，去体会里面的逻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对于一些社会政策和社会现象，特别是当我们有一些不满的时候去思考，当我们的个人利益受损的时候，到底是为什么这个社会政策仍然是这么制定的，它背后到底有一些什么逻辑。但也有的时候这些社会政策我们不满的时候，是否它的确是有道理对它不满，我们的确是应该去改变这个社会政策，而不是只是去理解它和接受它。最后再强调，也就是这个 solution 这里，当你遇到个人和美德的冲突，当你遇到对一些社会政策或者美德道德绑架这种不满的时候，不妨去想一想，我这里所倡导的个人尊严作为一个评判标准，甚至是唯一的评判标准，在个人利益层面上，我们都可以去试图理解。有限的我认为我没有资格去评判谁应该赢谁应该输，我自己也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套规则中，有的地方我赢了，有的地方我输了，但是我也希望是弱者被帮扶，而不是弱者被淘汰，因为他和我一样是一个平等的人，而且我也有可能是他。个人尊严是不应该被践踏的，这应该是集体和美德所制定的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唯一的原则。我们想要在接下来的一个 slide 中继续去讨论这个个人和集体之间的冲突，特别是作为一个精致利己主义者，我常常做的事情就是去功利的计算我应不应该做这个事情，它给我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坏处是什么。特别是当我们说好处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只说短期的利益，我们也是在考虑长远的利益，以及综合考虑一些利益，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东西，也有一些心理的利益或者心理的成本。所以在我做一个决定或者行为的时候，我会去用功利的这一种方法去计算不同的优势和劣势，而且尽量的搜集更多的信息，计算的衡量方式更加多元化，有更多的信息，也更多的方面和更多维的视角。在 Michael Sandel 这本《功利》这本书里面，他很前面的章节就批判了功利主义，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功利主义和我平时所实践的功利主义并不是同样的东西。我实践的是一套方法论，而他说的是一个结果。我是用功利主义的计算这套方法论去计算很多元的利益，而他把利益看作一个很外在的量化的东西。但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虽然在计算，但是我也考虑了一些很不可计算的东西，比如说心理的成本，但是他仍然是用计算的一个方法，但他不一定计算的那么的准确。所以我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他所批判的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计算，我所运用的一种是比较复杂和全面，而且力图辩证的思考的这样一种计算，所以是用了同样的方法，但是不是同样的深度，也不是同样的逻辑。我觉得我批判的功利主义是用非常绝对的利益来定义结果的，而在我这里的用这个计算的方法，反而是非常高举辩证的，因为计算里面要看到好的部分，要看到不好的部分，而且在不断的收集信息的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所以是一个非常辩证法的，还有否定法的一种更加复杂的计算。但是它仍然是一种计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带入了非常多的个人视角。因为当大家去批判功利的时候，我总觉得其实也是在批判我，但是我又觉得有很大一个层面，我和功利主义的人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对于功利主义的定义，它的内涵和外延的定义有待商榷。但功利主义有可能在很多人心中，它就是那种简单的计算。所以后面呢，我听到著名的中国政法大学网红教授罗翔，他提出一个道德功利主义的概念，我觉得和我所实践的这种计算的方法，但是同时又不违背别人的尊严的这样的一种处事方式，是套得上的，在不侵犯别人的尊严的情况下去计算，这样就是一种道德功利主义。我们是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生活的。这里刚刚说的道德功利主义，道德和功利放在一起，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个人利益和这种社会的集体的期待和美德，它是一致的。这是一个例子，更多的例子我们可以去用逻辑去推理，为什么个人其实和集体不一定是冲突的，甚至说它大部分时候其实是一致的，因为我们个人生活在共同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当自己和集体有一些冲突的时候，
其实可以反复的提醒自己说，其实每个个人他构成了集体，这个集体更好，每个人可能也会更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满意一些社会政策，比如说被裁员了之后，个人的利益极大受损，但其实有可能这个公司会发展的更好。但公司发展好，你都离职了，和你有什么关系？但其实有可能你的股票或者说这somehow你们其实是在一个共同体中虽然在这里的联系有一些弱，但是至少这个经济不会崩溃，你又生活在这个经济体中你的个人资产也得到了一定的保护。虽然短期和非常明显的表层来说，你的利益受到了很大的损害，但是如果他做的这一个社会行为和公司行为是在为了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目标去实现的，可能只要在不违背你的个人的尊严的情况下，他比如说他给了一个6个月、3个月、1个月的这样一个遣散金，他至少稍微尊重了考虑到了你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些补偿，在这样子的我们称之为好像是尊重了你的个人尊严的情况下的这样的利益受损，它可能是一个不得不，以及有可能这个损害带来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共同体的利益，而你由此在一个比如说更健康的一个经济体中去生活，其实长远来看也对自己是有益的。罗素有很多的论证说，为什么其实个人的幸福的来源是你对社会的贡献，无论是从个人归属感的角度，还是从个人成功的角度。因为很多时候如果你看了一些成功学的书，你就会发现大家都是要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对集体的贡献，但这一套说辞其实也是有其真诚的部分的，也是有其道理和原因的。因为有的时候只有你为共同体做出了努力，你个人才能成功。这样我也非常的承认，集体有一些时候是压迫个人的，特别是当我们的社会没有这种批判意识，也不允许个人发声的情况下，当集体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这一部分，尊重每一个人的不同，尊重个人的生命，尊重个人的尊严的角度，在这个时候的集体我们可以说是独裁。但如果这个集体和这个规则是 somehow reasonable 比较合理，比较考虑到你个人的感受，在牺牲你利益的时候同时想了一些方法去保护你的一些个人的尊严的话，可能这样的制度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而不是完全说它其实是一个独裁和一个压迫个人的体制。这就是从2个视角去分析个人和集体的这个冲突。当然最开始我们也指出了这个功利主义，如果用道德功利主义的这样一个调和方式，其实也是反映了这个个人和集体一致的时候的一个行为处事方式。但是给大家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比我更加批判的话，就想问问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对你来说个人与集体的一致，我刚刚说的大部分的时候，从我的个人思考和我有限的阅读中，我看出来好像个人和集体大部分的时候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一种看法，你觉得是一种自我洗脑吗？那么多的这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这样一些教导，在现代人看来的确是一些伦理纲常，实在是太俗太迂腐。那么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些现代学者所造出来的一个个人和集体大部分的时候利益是一致的，是否也只是一个洗脑，是一个为了社会正常发展和运行而牺牲一些个人利益的洗脑，让我们乖乖听话，让我们内化这样一种行为方式，不仅这么做，不仅不得不这么做，而且心里还彻底的认同的这样一种洗脑，还是真正的你有感受到，当有的时候你去服从一个集体决定的时候，你有感受到过幸福的来源，有感受到过一种归属感，或者说你还因此获得了一些成功。你看到过或者听到过什么观点，或者说你有你自己的观点，非常欢迎大家给我留言，以及想激发彼此的灵感。最后的这里转述这些社会哲学大家，包括罗素，包括黑塞，他们都经历过这种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他们有很大一部分的落脚点都在弘扬社会责任感。他承认我们个人可能是有个人的追求和个人的利益和一些计算的，但这些计算首先像我之前提到的，它应该是道德的，它应该是复杂的。这个计算它不应该是很简单的，像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功利主义上的那样的一种物质和表层的计算，它应该是更加有深度，更加长远，也考虑有的时候不可衡量的心理还有一些我们不可预估的成本或者收益的这样子的更复杂的计算。这第一点，计算本身它是复杂的，应该要更全面、更合理，而且在搜集信息的过程中要不断的去修正而且第二点，这里想要强调的是，你的这种个人的利益的计算，即使它很复杂，即使它已经很有深度了，它仍然可能只是在个人的层面思考问题，它仍然需要提醒自己说，我们不能少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少了对社会的贡献。在一定层面上，我的确是很理解这一个呼吁的，因为这是很容易丢失的事情。我们个人生活在自己的计算，因为它实在是切肤之痛和切肤之快乐。我们不容易丢失的是个人计算，但是我们容易丢失的是对社会的责任感。而对社会的责任感，它为什么对我来说，我在这里所理解的是，它可能并不是一个洗脑，而是真正也是一种，但是只是一种更加非直接和更加长远的我们的个人利益。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共同体中，共同体更好，我们也更好。这听起来其实挺像一个宣传的口号的，但是你仔细去想，我们对社会的责任，我们生活在一个群体中，如果你认同我们是群居动物这样一个属性的话，它的确与社会的相处，找到一个集体，它会给我们带来一种近似于归属感的这样一种幸福感。也会是一个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如果你曾经觉得这个社会所帮助过你，你得到了一些社会的馈赠，你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你的一种对社会的回报，一种权利和义务的这样一种对等关系。当然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心理学家分析过，对社会的贡献作为一个很精确的快乐和多巴胺的来源，就可能和我们人类的这种群居属性有关。但是在这些心理学家层面，他强调个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少不了对社会的贡献，有的时候社会的贡献就等于个人的成功，所以个人和社会实在是密不可分，在很多时候它都是交织在一起，以及很幸运的说，
个人和集体可以有这么一致的关系，可能也可以解决大家的一些疑虑和矛盾，也可以在自己个人利益受损而为了更好的集体社会发展的时候带来更多的安慰。但是我们也要小心这种社会和集体对大家的洗脑。我很期待看到大家对这一个个人集体的冲突有什么看法，特别是这个界限应该在哪里，在什么程度上我们是可以和社会集体一致的，在什么程度上集体好像其实是一个压迫和洗脑的功能。让我们来继续下一个。这就是我刚刚卖了那么久的关子，这就是我对第一章幻灯片的答案。我认为道德和公正它系是绝对约有相对的，就像我说的，绝对的部分是要尊重别人，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个物品，也就是他有他自己的生命和尊严和一些情感，这是和你一样的人。所以用一种将心比心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种近似的这样一种实操的方法去尊重别人，认为别人和你是价值平等的。即使你们的社会成就和结果好像不一样，但你要知道这是因为我们在的一个生活的游戏规则不同，我们得到了一些奖励恰好和我们所擅长的东西相关。而有一些人他不是本身没有那么有价值，只是说他在这个游戏中刚好没有和他的一些天赋所相匹配。所以这也就是罗尔斯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去推动政府给贫穷的人去做一些援助。包括这里我个人的解读也是受到了尤瓦尔赫拉利的启发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种批判，主要是觉得虽然说大家觉得这种政府去帮扶这一些弱者的行为有很多批判，觉得这是圣母白莲花比较白左，但对于有限的人来说，你没有办法想到更好的方式，你只能说你能看到这些穷人和你一样是平等的人，而且有可能这个游戏规则的改变，你同样可能落到一个穷人的地步，中产阶级特别是从中产阶级去跌下来。那当你经受这些挫折和生活的困境的时候，你是否也想要有社会的去托底呢？这种好像将心比心的态度和这种情境假设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更容易接受政府的再分配的制度，以及刚刚提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因为有很多的这种alpha男、alpha女这种强者，社会现在所定义的强者。首先，罗尔斯认为他们只是游戏规则中由于恰巧的原因，他们的才能被社会可能所认可了。换一个时代，比如说比武力值的时代，他们完全就是阶下囚之类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成功并不是 deserved 的，因为别人也同样的 deserve， 所以他们没有权利像他们以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一样，可以去评判强弱，可以去知道强者是什么，弱者是什么。我们有限的人类其实没有办法去评判别人的强弱。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认为应该优胜劣汰，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意思就是它不是纯粹的自然达尔文主义，它是一种用自己的结果来评判什么是强什么是弱。但是从历史阶段上来看，真正的达尔文主义是一个不容我们人类去评判的东西，它就是自然的优胜劣汰，从一个很长历史长河的角度，不受时代的限制的时候的一个很大的跨度上的自然优胜劣汰。你不能把它希特勒化，不能用一个个人或者一群人来说我们的这个种族就是强的，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个职业就是强的，别人就是弱，因为你是有限的人，自然的规律的角度上去分辨的强弱，那不是你可以左右的东西，也更不是你可以有资格去定义的东西。达尔文主义有它自己的原理，作为一个规律来说，它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好几百万年来的这种优胜劣汰的这样一种基因的斗争。但是在每一个微观的时代，每一个人他都不能够定义什么是强什么是弱，有可能他在某些方面是更强的，所以我们要保护它，也就是保护一种强的可能，以及承认我们的强其实也有可能我们是弱者，其实在某些方面。希望价值平等这个概念，我把它联系到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尤瓦尔赫拉利的这样一种更人类学的视角，能让我们从冲突中理解尊重别人是为什么，尊重别人是因为别人的价值平等。有强有弱的这样一个思想观点就很容易让人不尊重别人，其实所以如果你能够打破这种强弱的观念，打破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资格去评判什么强弱，你就更容易尊重别人。所以尊重别人虽然是一个口号，但是要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因为它太抽象了。所以如果刚刚的这些解释能够我们更深刻的理解这一个原理，它背后的逻辑，以及从一个冲突的角度，从这种强弱好像有强弱到没有强弱的这样一个颠覆，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实操怎么尊重别人。最后一个就是康德和罗尔斯在《公正》这本书里面 Michael Sandel 所分析的这样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平等互惠的有这种 consent， 就是征得别人的同意，这也是另外一个很具体实操的例子。你怎么去尊重别人？除了我们刚刚心底里承认，其实强弱它不一定像我们所看的那么明显，我们的强可能不是强，别人的弱也可能不是弱，所以我们能够平等这种思维上的改变之外，在我们日常行为中有一个比较用的准则，就是一个平等和互惠，去做一个 consent， 双方的同意是一个尊重别人的很好实操的一个实践的准则。这里想要强调的是，征求别人同意的时候是一个平等的地位，两者的信息差不能太多，而且是互惠，双方都有利的这种情况下，在《公正》这样一本书中也举出了一些例子，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特别是如果你被我说动了，觉得应该要尊重别人，但是到底应该怎么做呢？在《公正》这本书里面，说实话它没有讲的特别具体，但是它还是包括了一些例子。《公正》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就是公正它是有绝对的前提的，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相对的，这种道德功利主义用计算的方法论，但是更复杂的计算，很关键的就是一个自我修正的能力。我们的相对也就是这种灵活的意思，没有什么是很绝对的
的，所以也同样也意味着我是开放的，能够去纠正我之前所犯的错误，而且在错误中去学习。虽然它用的是一个衡量和计算的方法，但是这里的衡量计算的东西是比较复杂和多元的。辩证法是一个很核心的部分，它虽然是一种看起来我们想要批判的计算的这种方法，但是用它的方法想要实现的更多的是理解。相对的另外一面就是我们的集体也同样希望它有修正的空间，因为集体的这些社会规则和美德也是就像尤瓦尔赫拉利说的，它其实是一个故事，是我们所创造出来的故事和一种集体的期待，它因文化不同而不同，因时代背景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明它其实并不是绝对的，所以它是应该有修正的空间。这里有更多的一些讨论问题，我们有很多的道德困境，当我们感到愤怒的时候，到底是源于对这种绝对准则的触犯，还是只是个人的利益受损？在这里呢，有一些比较具体的例子，比如说裁员、加班，这一些都是对个人利益的受损，它不一定涉及到违反事物本质和个人自尊的程度。所以裁员、加班，只要他在考虑了你不侵犯你的生命和尊严的情况下，它可能并不是一个非常不公正的行为。但是联姻和简单的服从多数，即使有可能这些少数是会被非人化的对待，联姻它很明显违反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在这种社会规范和制度的情况下，那它可能并不是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和集体的期待。其实还有更为有趣的例子，就是移民的政策，这就涉及大家对个人自尊和个人权利的理解了。在美国，你还没有拿到绿卡的时候和已经拿到绿卡和美国公民，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区别。你在社会生活中所能享受的社会福利制度之类，它到底是不公平的，还是有它的道理呢？在 Michael Sandel 这本书中，他的例子更多的是由于一个人身份的不同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人。对我来说，非绿卡拥有者和绿卡公民，他们所面临的社会，不管是工作的自由度也好，还是社会的福利、医疗的福利也好，都有很大的区别。那么它是否公正呢？如果套用我们刚才之前说的绝对的道德准则作为唯一的准则来看，它是否违反了我们个人的这真的就是看你对个人自尊的定义了。它可能没有违反到我们的生命权，只要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工作，即使那个工作其实并不是最好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利益的确是受损了。我们原本可能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得到更好的报酬。个人利益的确受损了，但是我的自尊还是被当一个人看的，所以有可能在这个层面上他们没有触犯我的个人自尊。但是欢迎大家举例来说明什么时候你觉得他违反了你的自尊，大家到底认为根据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个人的特征和背景来区别对待不同的人，这是否公正？在什么情况下是公正的？在什么情况下是不公正的？是否我们可以继续套用这个个人尊严？但套用的情况下，对个人尊严和个人自尊又该如何理解呢？其实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COVID 这个新冠肺炎的例子，大家足不出户，这当然是损害了个人自由出行的权利。但如果这个社会因此得到了更多的保障，那听起来好像并不是一件错误的事情。但到某种程度上，如果它侵犯了你的生命权的情况，你不可以得到及时的救助的话，那这是否又成了不公正的？所以同一个事情在不同的程度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相对的道德观，虽然我们有绝对的不能够侵犯人的尊严和生命的这样一种绝对的道德观，我们仍然要看同一个行为的不同的程度，去相对灵活的去评判它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了不公正，在什么程度上变成了公正。所以我的确认为有一个绝对的道德准则在那里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你觉得还应该有什么其他的绝对道德准则，也欢迎你留言在下面，我们可以继续讨论。还有另外一个书中，这个 Justice 公正这本书中直接提到的征兵这样一个例子，有很多不同的征兵的逻辑，有一些是强制的，你是国民你就必须要去服役。还有美国的现在历史上它也有过强制，但现在它是一个市场机制去招募，就像雇佣兵一样，去用很好的报酬、很好的福利的方式吸引大家。那当然这就造成了结果，一个由于你的社会地位不同，你可以去豁免一个作为公民去捍卫祖国的这样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市场所决定的。在《公正》这本书里面，他对这两种进行了非常具体的探讨。我感觉 Michael Sandel 他的观点是应该更多的强制，因为不能因为每个人的收入不同，那些富的人就不用去当兵，而那些被福利和工资吸引来的人就要来当兵 ，risk 他们自己的 life， 就每一个人自己生命的安全性是不一样的，有他们的钱的不同，这并不是一个很公正的现象。这个个人尊严和这个钱挂钩了，当然这何尝又不是现实呢？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的，或者我更加鼓励的就是大家去看一看这个《公正》这本书的里面他自己的论述。当你了解到有几方不同的观点之后，你也可以形成自己的观点。我也不知道你是否买账作者的这个观点呢？作者的观点就是他觉得集体的美德，他觉得这种公民的义务应该比个人的自由更加重要。刚刚我们所聊的更多的是个人和集体的冲突，我们也引申到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的定义。这里的两个问题就是关注在这种个人尊严的定义，到底什么是个人的尊严？既然它是我们的绝对的准则，我们什么时候就可以说它的确违反了我的个人尊严？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个是为了尊重别人的尊严和自由而限制自己的利益的例子。当你为了尊重别人的尊严而做一定的退让的时候，这是一个很提倡的行为。那么你有哪些例子呢？你怎么去理解尊重别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一件事情呢？这样子，如果我们大家集思广益去把自己的例子提出来，可能大家也更能够理解什么叫做他人的尊严，什么叫做尊重他人。我觉得我的例子就是不要把别人当工具看，要更多的同情别人，理解别人，把他当做他也有需求的一个人，平等的去看，这样一种
比较抽象的例子，也欢迎大家自己更加具体的例子，特别是自己需要让步的时候的这样一个例子，欢迎举出来，我们为你鼓掌。第二个问题，这其实是《公正》这本书里面给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我们是否有随意支付我们财富的自由？这个可能不好理解是吧？为什么会有这个矛盾？我们自己赚的钱，难道我们不应该随意支配吗？其实这样一个问题提出的背景是这个社会的再分配制度，很反感白左的人觉得我的钱就应该我自己花，我不应该交税，这样的一种思潮。但是很显然 Michael Sandel 那么大一通对于康德和这个罗尔斯的分析，他们认为每个人的财富和结果只是在游戏中恰巧符合着游戏的规则而得到的，所以他们应该有一部分被分配给这些弱者，因为那些弱者和他们同样的有价值，只是他们在这个游戏中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奖励。但你怎么看呢？然后更有意思的例子呢，桑德尔也提出，我们是否有自杀的自由？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我们自己的吗？还是我们的生命也有社会的属性？你是某个人的女儿，你是某个人的妻子、丈夫，你是某个人的儿子，你是某个人的父亲、母亲，这样的一些社会角色。我的理解是，作者认为，同时我也认为，你的生命可能并不是你自己的。如果极度的个人主义者、极度的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推崇者会觉得生命就是自己的，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有社会的成分，你可能没有自杀的自由，因为你的生命会影响到别人，特别是你的儿子女儿的他们的个人的尊严和生命。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我们否对自己有完的支配能力，这也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上一章讲强制征兵的时候有提到的，就是公民的责任感的这个部分，其实它是和自杀的自由相联系起来的。你的社会角色不仅是对你身边家人的角色，也有一个社会的责任在里面，所以你的生命不仅是你的家庭的，还是社会的。欢迎大家来评论你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我们下一个 section， 也就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section， 会具体讲个人尊严的范畴。有两方的观点，一方面是觉得人的平等和尊严就是绝对的，也是我们一直所谈的，人的尊严就是神圣不可侵犯，它就是我们唯一的绝对的道德准则。然后罗尔斯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是 deserving 的，我们价值是平等的，只是 entitlement 不同，我们收获的这种 reward， 这种 entitlement 由于规则的不同，游戏规则的不同而不同。美国的宪法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里特别强调的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是要不断提醒自己的是，别人也拥有同样的自由和尊严。这里美国宪法中对个人人权的定义大概就是这个 dignity， 就是他的一些人权、生命权、自由的发言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在道德层面上他们的价值是对的，这是美国宪法里面的定义。当然，美国宪法它并不是一个，因为它是美国宪法就一定是正确的，我们也可以去批判的来看，只是说它代表了一种观点，一种很广泛，也是由于美国的政治地位。历史是由强者书写的，所以导致现在很大一部分人把它当做一个公理来看待，人就是生而平等。但其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那奴隶制度的时候，那可并不是生而平等的。当然，我们妇女的权利这样一些都是由历史的变革不断的超越发展，但我们也不知道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这里有一个 note， 就是集体它需要尊重人的尊严，以及它不能定义强弱，可以参见我之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批判。我们的确没有办法定义什么是强，什么是弱，所以我们人类现代所构成的集体中，仍然还是要尊重别人的尊严、个人的尊严的。这是集体应该怎么做？那么人应该怎么做？作为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来说，我们很容易可以有自己的利益计算、功利计算，但是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我们也要有社会责任感。我们有自己的个人尊严和自由，但是我们要知道和时刻提醒自己，别人也一样拥有他们的个人尊严和自由，也就是我们是一个互惠平等的关系。我们都是人，我们应该互帮互助，我们应该有社会责任感。我们生活在社会中，我们对社会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我们也接受了它的馈赠，而且如果社会更好，我们可能身在其中也会更好。这种个人和集体的一致，其实就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因为这是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也想要有一些批判的思考。其实人的尊严本身这样一个论述，也是可以有一些反对的观点，可以有一些批判思考的空间的。刚刚所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我们一直在批判它，那是因为我们在现在和个人微观的这个角度，我们不应该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定义强弱，我们最好谦虚一点。但是也有两种比较小的思考角度，从很长的历史来看，人的尊严，首先在一个非常自然规律的角度来说，人的尊严和生命没有绝对要保护的部分，它就是优胜劣汰的。从这种微观的角度来说，像反脆弱这本书，就一些小规模的优胜劣汰有可能是对社会的健康运行有好处的。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人的平等和尊严本身它也是一个故事，而且它是一个基督教的故事。 People are created， 人是被制造出来的，这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渊源。这样一个人人生而平等，虽然翻译成中文它好像失去了那种被制造出来的这样一个 created 的这个含义，但是美国宪法的原文其实是被 created。 如果你觉得宗教是一个故事的话，如果你看了尤尔·赫拉利的书，你就会看到非常绝妙精彩绝伦的论述，说宗教其实是一个故事。如果你看了他的书仍然不信这一套，当然我也尊重你的意见。他这里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觉得宗教是一个故事，那么这句话就是一个故事了，因为这句话就是从这个圣经来的，就是 are created， 就是 assumption 有一个上帝来 create people 的这么一个，所以它本身也是个故事。那是一个故事，它就不是绝对的东西。所以人的尊严和人生而平等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但是 again， 我之前也给大家分享了，我觉得它虽然是个故事，我们可以批判的认识和意识到这一点。
但我们微观和具体生活中，仍然没有资格去评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这套强和弱。这里最后一张图，我当时把它加在这里，是因为在右边这一个军人的位置中，明显鸽子和人是两个不同的位置，它不是平等的。虽然这鸽子不是人，但是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人。有一些社会制度，比如说中国的制度，明显当官的可能他的地位就是比你高很多，所以人生而不平等，甚至有的时候生命权都是不平等的，就是你是高官子弟，你权就和别人的不太一样，法律制度它就是这么的有漏洞。左边的这一个，你可以近似把它想成那非常自由民主的，人们的地位都很高，也在椅子上，也在他的肩膀上之类的，所以是一种民主的制度。但是呢，这个图片是和尤尔赫拉利的这样一个故事相关的，在不同的体制也是不同的故事。如果你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这个结果的角度来看，虽然现在美国是领先，但是它的效率也比较低。而右边的这种可能近似于代表中国的这样一个体制和一种社会规范，它也是一个故事，它可能也有它更加效率的部分，有一些高低的秩序，就会让这个事情运行的可能有它的效率之处。所以不同的设置，人生而平等的这个范畴到底是在哪里？只要他不杀这些鸽子，可能他不要违反他的生命，可能就是一套好的秩序。在这种最基本的情况下，不要因为是高官的子弟，他的生命就比别人更重要。如何保证个人尊严的最基本的情况下去，可以有一些高低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我们狭义的说的这种绝对不平等，它只是一种高低的秩序，宽泛上说的这种不同。但是它本质上保证了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可能这样子的范畴我们更合理一些。OK， 这个其实就是对刚刚所有的这种冲突和批判的总结。我们去帮助弱者，因为我们在微观和当代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判断强弱。功利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角度可以去思考和 justify， 可以去合理化为什么要帮。首先，我们是群居动物，可能我们会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这是一种利益。帮助弱者之后，可能可以帮助社会的稳定。那社会稳定，我们生活在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不也是对我们的好处吗？对平等，其实就是刚刚喂鸽子的那张图片所表示的，可能不是具体的平等，可能不是广泛意义上的平等，只是最基础的尊严上的平等。如果我们尊重每个人最基本的尊严和生命，这种人权的情况下，可能社会制度可以有一些看似不平等，但其实是不同和安排。只要在最基础的情况下，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每个人都值得被尊重的，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是平等的、重要的，这样一种很狭义的平等的定义，这就是我们认为的个人自由和尊严的范畴，比较狭义和最基础的层面。在其他的层面，我们都应该可能是相对的，或者说可能可以容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设定来的不同的结果。OK， 我可以把这个链接和资料分享给大家。这个资料里面有这本书每一章的综述，以及还有一些和这个话题稍微相关的一些书。这个话题宽泛的来说，我们不仅在讲公正，我们也在讲个人的意义感、道德观、价值观以及集体和个人的冲突，特别是在幸福感来源和这种集体责任和社会责任这方面的这样一个话题，有很多的学者和思想讨论和触及到这个话题，所以这也是一个阅读列表将不同的作者列在不同的观点的下面。我可以简单的来说一说，比如说罗素、阿德勒，还有另外一个叫 Daniel Pink 的一个网红心理学家，还有荣格，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个人的幸福离不集体。尤尔赫拉利是从人类发展的角度说，人是群居，归属感的方式是在集体中，成功是需要做出对集体的贡献的，这样一种共同体的意识。这就是高举集体。另外 Michael Sandel 也是一个集体责任的推崇者，而罗翔的话，他做一个中国教授是不是会更加精致利己一些呢？反正非常符合我的胃口。它是一种道德功利主义，它是一个非常中庸的，也是我的个人准则，非常中庸，没有那么大的极端的想法，想要看到事情的双面，是在考虑集体的情况下的个人算计，这是我比较肤浅的解读。越到下面，他就越反对集体和社会规范。赫拉利一个现代的学者，非常的批判，再到极端的个人主义，近现代的这些批判的美丽新世界的这种赫胥黎，还有1984乔治奥威尔的这样一些作家，可能由于他们生活的时代这种战争、集权的不平等非常的明显和尖锐，所以他们是极度的反对独裁和集体，高举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光谱，一个在个人集体的冲突中的一个光谱，对他们来说，公正处在不同的地方，个人和集体的比重在不同的地方。欢迎大家补充一些你所看到过的一些权威人士、著名的作家，你觉得他们是在这个光谱的哪一个部？也欢迎你分享你读到过的和话题相关的书，我非常欢迎大家为我推荐书籍。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学到了一些东西，欢迎你留言告诉我。